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能够帮助您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如果存在不良习惯，这本书可能成为您重新建立新习惯的契机。今天我们将解读牙科博士、经济学博士井上裕之老师的《不应该做的50个习惯》。我挑选了其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8个习惯，重点解读这8个，每一个都是引人深思的内容。这本书一共有50个习惯，非常值得一读。通过观看这段视频，那么让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不应该有的思维方式；第二部分，不应该有的时间管理技巧；第三部分，不应该有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接下来，我们先从不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开始吧。首先，我们来聚焦不应该有的思维方式篇章，解释其中涉及的10个项目中的以下3个。首先是一种常见的不良思维方式，它们分别是：1. 习惯于自我否定； 2. 我想解释一下因无法控制愤怒而感到后悔的情况； 3. 受到自卑情绪的困扰。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我希望您从今天开始停止这些行为。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详细解释这些问题。首先是习惯于自我否定，大家务必记住的一点是，绝对不要自我否定。在与许多人交谈时，作者感觉到很多人习惯于否定自己，他们习惯于用这样的话来否定自己：我很丑，我做不好工作，我很笨。也许在听到这些话时，在大家之中，可能有相当多的人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是吗？虽然这种话可能被当作玩笑轻描淡写的说出，但是最好还是要注意一下。首先，自我否定会削弱自己的能量，无论是在学业考试、体育测试还是演讲比赛中。如果您认为自己无法达到及格分数，或者认为一定能拿到好成绩，结果显然会截然不同。顶尖运动员之所以不说消极的话，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说出的话会创造现实。与那些不断自我否定的人在一起，您真的会感到愉快吗？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人，很难被认为是迷人或帅气的。相反，与他们在一起会感到疲倦和厌烦。当然，无论能力或地位如何，能够以诚实的态度对待每个人，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日本人的特质。请注意，不要将谦虚与自我否定混淆。谦虚和自我贬低完全不同。比如，当您在工作中受到赞扬时，你会如何回应呢？你会说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还是说哎呀，我还差得远呢，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您更倾向于哪种回答呢？事实上，很多人在表达谦虚的同时，不经意地陷入自我否定。那么，自我否定有何不好呢？自我否定的言语会潜移默化地渗入您的潜意识中，最终会反映在您的言行举止中。换句话说，如果您持续自我否定，就会养成消极的思维习惯，习惯性的发表负面言论，最终会显露出消极的行为。这样一来，你很难成为受欢迎的人选。那么，为什么被称为一流的人能够成为领导者呢？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说自我否定或抱怨的话。那么，当他们受到赞扬或被评价时，他们会如何回应呢？首先，我们表达了感谢之情，不是用“哎呀，我很高兴，但是我还差得很远”，而是简单的说一句“谢谢”。能够如此自然地表达感激的人是多么令人愉悦啊！也许并非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一流，但至少成为能够这样自然回应的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除了自我否定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另一件事：即使你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说消极的话，但如果你周围的人也在自我否定，那么这种态度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的潜意识，这可能会导致你在无意识中也开始自我否定。我建议你尽量远离那些总是自我否定或说消极话的人，这对你的未来会更有益。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言辞，无论是自己产生还是外部输入，都会降低你的自我能量，甚至影响到你的运势。因此，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建议远离那些总是自我否定
和说消极话的人。至于作者提到的远离频繁自我否定、发表消极言论的人的建议，我完全同意。我希望大家都能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让我更准确地解释一下，您的言行实际上塑造了您的习惯，您所听到的一切都会悄悄地影响您的潜意识，从而塑造您的习惯。因此，即使是独自一人时，也要避免使用消极的言辞。尽管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在外面听到或使用这些词汇，但毕竟我们都是人，偶尔也会有想要抱怨或大声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独自一人时，可能会忍不住抱怨，或者大声发牢骚。但如果我们总是自我否定或说消极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无济于事。负面的言辞不会改变现状，它们只会吸引更多的负面。因此，我希望您能在今天就停止使用消极的言辞。接下来，让我们谈谈第二个不应该有的习惯。我想解释一下因无法控制愤怒而感到后悔的情况。总的来说，作者建议将怒火视为反省自己的机会，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私人生活中，作者都强烈建议尽量避免发怒，因为实际上发怒对我们毫无益处。此外，远离那些可能引发您发怒或倾向于发泄消极情绪的人也是很重要的。这与之前提到的建议有相通之处。有些人可能因为无法控制怒火而在发怒时失去理智，你们中间也可能有这样的人，而且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行为。只是身体不适或心情不好，并不足以达到完全无法控制的程度。实际上，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时，除了导致这种情况的事件之外，还可能隐藏着真正愤怒的原因。与其后悔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如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愤怒。例如，即使平时温和友善的人，去到海外时可能会因为与日本不同的服务态度或交通不按时运行等问题而感到愤怒。但是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海外的文化与日本有所不同，自己的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从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反省自己。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经常抱怨，无论对什么事情，对谁，他们总是挑剔。你们的记忆中可能有这样的人，但大家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人，大家都会想要远离他们。然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更渴望被爱，渴望被人善待。那些被贴上麻烦人或讨厌鬼标签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能因为这些标签而生活。事实上，这些人越需要被善待。如果我们能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温和而亲切，也许他们的反应就会完全改变，变得平和而温柔。根据作者与许多患者的交往经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我们感到愤怒或生气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生气？评估并冷静地反省自己。当他人生气时，也应该理解他们真正生气的原因，并与他们产生共鸣。培养这样的习惯可以避免发泄情绪后的懊悔，也不会为了改变他人而苦恼。让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的言行，而是用心去理解对方的内心需求，并尽可能满足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将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如果一直对所有人都如此，可能会让自己感到疲惫。因此，可以把这种温暖的态度用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身上。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不应该有的习惯——困扰于自卑情绪。作者的结论是，实际上，自卑情绪才是魅力的来源。为什么人会有自卑情绪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与他人的优点进行比较。医生告诉作者，许多人都认为通过改变眼睛变大或鼻子变高就可以变得漂亮。但如果想要被所有人认为是美丽的脸孔，那么对称性就更重要了。无论是建筑、交通工具还是家具，基本上都被认为对称美丽，这被认为是美丽的。那么在人类的情况下呢？不管是外貌、声音、学历还是艺术品味，被认为是完美的人可能会受到人们的羡慕。但实际上，
正是那些不完美的部分，才构成了一个人独特的个性和魅力。举例来说，玛丽莲·梦露的脸部轮廓和特征虽然不完美对称，但正是她左边脸上的痣凸显了她的美丽，这个痣成为了她魅力的一部分。正是因为不完美，才让个性和价值得以展现。然而，许多人都会将自己与别人的完美部分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自己的独特之处进行比较。换句话说，那些被视为个人缺陷的特质，在他人眼中可能是您独一无二的个性和魅力。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自卑情绪，我也有一些。而作者曾经对自己的声音感到自卑。然而，在一次作者的研讨会上，听众赞扬了作者的声音，称其比预期中更加明亮和讨人喜欢。这让作者开始对自己的声音感到自信。这说明，我们认为自己存在缺陷的部分，在他人眼中可能是我们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像松下幸之助和斋藤义人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曾提到，他们没有学历反而有助于他们的成功。如果他们对没有学历感到自卑并苦恼，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成功。此外，自卑情绪在人际关系中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演讲等场合，那些表现得从容自信的人固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从好感度来看，那些虽然紧张但努力表现的人可能更受欢迎。在公开场合不擅长、感到紧张但全力以赴的人会让观众感到亲切。因此，您的自卑情绪可能成为您的个性和魅力，而在他人眼中可能被视为迷人之处。另外，请务必留意，有时候您认为是自卑情绪的特质，实际上可能会给别人留下好感。当您希望别人对您抱有好意时，试着向对方传达您的自卑情绪，也许能拉近您与对方之间的距离。您过去认为是令自己痛苦的因素，自卑情绪，尽可能成为您意想不到的武器。接下来，我将讨论不应该有的时间管理技巧。在本章中，我将介绍3个不应该有的时间管理技巧，作为不应该有的1周时间管理技巧的延伸。4指阅读当前的畅销书籍。5总是觉得自己很忙。6长时间集中工作。如果您符合这些情况，请务必从今天开始停止这些行为。那么，让我们按顺序来解释这3点吧。首先，让我们来解释第4点。作者的结论是，阅读长期畅销的书也很重要。那么，现在有哪些书畅销呢？流行的书籍内容是什么样的？具有上进心的人往往会经常检查这些内容，并试图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加以运用。确实，了解目前畅销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的需求，这很有参考价值。我自己也很喜欢阅读书籍，因此我也会好奇现在的人们对哪些书感兴趣，同时也希望不被新的思潮和潮流所遗忘。然而，畅销书的排名常常会变化迅速，每周的书籍榜单都可能会有大幅度的变动。毕竟每年有超过7万本新书出版，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阅读这么多书籍需要相应的时间，而且要一直追踪畅销书也并不容易。此外，即使一本书畅销，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或者对当前的自己有用。要有效地利用时间，就应该选择对你有用的内容。也许有些人认为畅销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被广泛评价，但在像日本这样的社会中，畅销书通常是由大众的偏好所决定的。选择阅读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读，或者是因为大家都说这本书很有趣，所以一定很有趣。因此，我建议不仅要查看目前畅销的书籍，还应该阅读那些经历了时间考验仍然被赞赏的长期畅销书。历史名著或者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畅销的书籍，阅读它们是很有价值的。它们往往具有普遍的价值，受到长久以来人们的喜爱。通过阅读这些经典之作，您可以了解到家庭、社会的变迁以及历史的长河，同时也可以深入研究当下的热门话题，将其作为了解新时代知识的一种方式。作者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您的时间更充实。接下来，让我们解释第5点：
即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很忙。关于这一点，作者的结论是，那些每天过得充实的人，通常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忙碌。有些人可能整天忙着做这个和那个，认为下午还要做另外那件事，或者认为这周内必须完成某项任务，因此觉得自己非常忙碌，并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忙碌。然而，这些人实际上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闲，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表现力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忙。忙这个词在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含义上都属于消极范畴。忙这个汉字在心字的上方写着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词语，不应该被用来作为一种炫耀。实际上，忙碌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目标明确的忙碌者和没有明确目标的忙碌者。目标明确的忙碌者，即使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很忙，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很忙，也不会说自己很忙。相反，他们会感到充实，因为他们正朝着目标稳步前进。而后者，没有明确目标的忙碌者，却会自己说自己很忙，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确实感觉很忙。没有明确目标，就会导致他们觉得必须要做这个那个，因此感觉很忙。由于没有目标，他们也没有制定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的计划的想法。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在创造自己的忙碌。如果想要摆脱忙碌，就不要安排过于繁忙的日程，超出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不要试图独自完成所有任务，而是将您不擅长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或者支付费用请可信赖的专业人士来处理，这样会更有效率，并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作为商业人士，避免因为前一项工作延误而迟到，或者因为日程重叠而不得不取消承诺，这对于周围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您总是感觉自己很忙，建议您将必要和非必要的事情加以区分，这样可以帮助您更清晰地了解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并意识到只有您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您的优势所在。对于那些不是您独自能够完成的任务或者您不擅长的事情，大胆地请求他人的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6点，即不要长时间集中工作。关于这一点，作者的结论是，应该每25分钟集中工作并休息5分钟，然后重复这个过程。现在我将向那些希望提高工作效率但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人介绍一种非常高效的时间管理方式。这种方法是在连续工作25分钟后休息5分钟。根据各种研究数据，连续集中工作的极限大约在20到30分钟之间。在日本的研讨会和户外活动中，通常会安排90分钟的工作时间，伴随着5分钟的休息，或者2小时的工作时间，伴随着10分钟的休息。有时也会选择不休息。据说，即使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在线课程中，每小时的课程也会在30分钟后休息5分钟。因此，工作25分钟后休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重置一次大脑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一旦进入集中工作的模式，您可能会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另外，我理解您可能不希望在工作进行的如此顺利时中断，因此一开始可能需要设置定时器或者不时的注意时间来控制工作。一旦习惯了工作25分钟后休息5分钟的模式，你会逐渐能够感觉到大约25分钟已经过去。这5分钟的休息并不是浪费的，而是为了在重置思维后再次进入集中工作状态而准备的时间。逐渐的，你会发现能够很顺利地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切换，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最终将导致更有效地利用时间。请尝试将这种方法作为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习惯。我希望您能亲自尝试并验证其效果。接下来，让我们解释一下3种不应该有的人际关系习惯。作为最后的部分，我想重点介绍以下2点，希望您能够停止这些习惯。7. 随着他人的价值观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8. 形式化地说谢谢。如果您属于这2种情况，我希望您从今天开始尝试停止这些行为。那么，让我们一一解释这2点的内容。
首先是第7点，跟随他人的价值观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关于这一点，作者的结论是，自己的价值观无需受到他人的影响，只需坚持自我即可。当自己与他人的价值观相符时，便能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即使是与经常交往的亲密朋友或家人。如果不断地迎合对方或顺应对方的心意，关系最终也难免会出现裂痕。如今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而其中许多原因都是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即使双方性格相投，生活方式相似，如果无法共享共同的生活价值观，最终会失去自我，导致婚姻破裂。相反，即使生活方式和性格完全不同，只要价值观相符，关系就能长久持续。这适用于任何关系，无论是与伴侣还是朋友，无需迎合与自己毫无共同点的人，只需做好自己，与那些能够轻松相处、不需要刻意迎合的人交往，这才是真正价值观相合的伙伴。为了建立长久的关系，选择能够真诚相待的人为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因人而异，种类和性质多种多样。在这样的多样性中，如果你有长期相处的朋友或同事，你会感受到他们与您的价值观是如何契合，心中涌现感激之情。特别是在商业上，选择与您合作的人并不容易，您可能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年轻时期如果没有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很容易在人际关系上感到困惑。然而，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有可能做到做自己。现在是一个评价个人价值的时代，那些敢于坚定表达自己观点、勇敢指出错误的人会被视为有价值的人才。创造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要持续取得一定的成就。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同的人视为错误或是坏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有好与坏，因此不应该因为与自己不同而指责对方。要记住，您认为是常态的事情，对方可能认为是相反的，因此要保持谦虚。接下来是最后一个要点，即形式化地说谢谢。关于这一点，作者的结论是要真诚地表达感谢之情。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最重要的是相互感恩。谢谢这个词是最美丽、最有价值的词语之一。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懂得说谢谢，无论是来自父母还是老师，也无论我们读了什么书，都会强调感恩之重要性。然而，谢谢这个词有时候被滥用，因为它太过便利。比如，当您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并前去提交成果时，如果上司一边对着电脑工作，完全没有抬头看您，只是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声“好的，谢谢”，你会感到开心吗？而如果上司看着您，诚挚地说“谢谢您做了这件事，真的帮了我大忙”，你会感到更有动力吗？谢谢这个表达感激之情的词，取决于表达方式。表达方式不对，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快，但如果用心说出，反而能让对方感到愉悦，激发积极性。即使是相同的谢谢，蕴含其中的语气和能量会完全不同。在任何场合，人际关系都取决于言辞交流中双方能量的交换。形式化的谢谢经常出现在与身边的人或重要的人交往中。对于长期相处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被理解的依赖感，因此即使得到帮助也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可能连谢谢都不说。然而，缺少感激之情的亲密关系可能会导致误解，最终产生隔阂。所以，不应该因为觉得尴尬或犹豫而不说出口。如果您意识到自己长时间没有对身边的人或重要的人表达感激之情，不妨在周末的闲暇时刻或某个纪念日，诚挚地说一声谢谢，给对方传递一份真挚的感激之情。当双方的看法发生变化时，往往会成为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契机。从现在开始，偶尔向重要的人表达真挚的感激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个时刻，要用真诚的心情表达感激之情。例如，知名人士或备受尊敬的人通常会更加强烈地表达感激之情，
因此他们的谢谢更具真诚的情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此外，成功者往往会认为是自己的努力带来了成功，却忽略了身边的人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他们的谢谢也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换句话说，人际关系和周围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感激之情的态度。滥用谢谢不仅不会起到效果，反而会产生反作用。因此，养成随时用心表达感激之情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综上所述，人际关系中的相互理解和真诚表达感激之情至关重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